美国为何放手北约？欧洲能否撑住这场战略断裂？2027将重写整个大西洋安全格局。乌军红军村战术撤离吗？真相远比想象复杂。乌军突袭成功，摧毁俄切伯克萨雷导弹厂 ，S-300被精准击落。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最近华盛顿又传来一条重磅消息，美国国防部官员在华盛顿的一次闭门会议上明确告诉来自多国的欧洲代表，到2027年希望欧洲能接手北约大部分的常规防务，包括情报、导弹防御这些关键领域。这话一出口，立刻让外界议论纷纷。那问题来了，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等到了2027年，欧洲真的撑得起来吗？华盛顿这次真的摊牌，而且摊得毫不遮掩。基辅邮报独家拿到的消息，来自3位直接参加机密简报的西方高级官员，美国已经把时间写死在墙上。2027年，北约进入无美主导时代。五角大楼上周的闭门会议里，美方态度异常冷静，却刺得欧洲后背发凉。美国无法再维持2条战线的重负，印太是头号优先级，其余一切必须让路。所以从2027年开始，北约常规防御的主导权将从华盛顿直接移交给欧洲，不是讨论，不是建议，是既定事实。会后，一位欧洲外交官脱口而出，美国在北约的主导时代结束了，时间表已经敲定2027，具体安排也早已成型。届时，美国将大幅削减北约指挥体系中的美籍高级军官人数，关键岗位将由欧洲人接手。美国对北约的贡献将仅限于目前在欧洲的常驻与轮换部队，不再新增任何部署。唯一保留的是象征联盟核心支柱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 SACEUR 职位，仍由美国人担任。五角大楼给出的标准更是直白到无情，我们要可核验的证据，证明欧洲能自己防自己。翻译过来就是欧洲别在嘴上说要承担责任，要拿实力说话。与此同时，美国还在加码对乌克兰的援助。多名消息人士告诉媒体，华盛顿计划在圣诞节前再次追加军援，看似继续撑乌克兰，但其实对欧洲释放的信号极其明确，我们最后再撑你们一把，接下来靠你们自己。新框架的逻辑很简单，美国驻军多少，美国参与多少，不扩张，不过度承担，不当第一响应者。以前那种欧洲动嘴，美国动兵的时代彻底没了。一位西方高级官员甚至用最刺耳的一句话总结，这不是撤军，这是旧北约模式的终结。没错，旧北约正在退场，而新北约的核心不在美国，而在欧洲。这是欧洲最不愿面对，但又无法逃避的现实。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欧洲必须独立。2027不只是一条时间线，它是美欧战略关系被重新刻写的一刻，是大西洋两岸70年安全结构的断裂点，是世界棋盘重排的开端。华盛顿往印太倾斜，欧洲被迫长大，俄罗斯虎视眈眈，全球力量正在无声重组。而这一切都从美国那句决定性的警告开始，准备好一个没有美国主导的北约。那么为什么美国希望欧洲在2027年前接手北约大部分常规防务责任呢？先从钱说起，现在美国的国防开支庞大到什么程度呢？一个美国顶得上所有北约盟国加起来。美国不仅提供核保护伞，欧洲一大堆国家的战机还挂着美国的核弹，缺什么能力美国补，缺基地美国给。光驻欧美军就有8万人，对美国来说，这已经不是帮助盟友，而是实打实的财政压力。
美国对北约的不满不是现在才有的，这些年来，美国一直在念同一件事：欧洲军费不够，投入不够，贡献不够。华盛顿早就讲明白了，你们不能永远躲在美国给的安全伞下面。美国总统、国会、五角大楼几乎轮番上阵，欧洲必须把国防开支拉高到 2% 甚至更高，要自己扛起属于北约的那一份责任。而在多次场合里，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话说得极重，如果欧洲继续不涨军费，继续不作为，美国可能不会再履行集体防卫义务，甚至连最敏感的底牌都亮了出来。美国不排除退出北约。一句话，美国不是能力不够，而是不想再替别人出钱出力，还当成理所当然。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就要求成员国军费达到 GDP 2%， 第二任期干脆把钱提到 5%， 还说即使这样都不够，他们要付更多。但问题在于全北美32个成员国没有一个能达到 5%。2024年只有23国勉强达到 2%， 超过 3% 的只有5个，整个联盟只有波兰一个突破 4%。 所以特朗普的逻辑非常清楚，你不付钱，我为什么要保护你呢？甚至他反问过，如果美国被攻击，这些国家真的会帮我们吗？话听得刺耳，但欧洲没有反驳的余地。就在这周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没出席，代为出席的副国务卿兰道直接摊牌说，欧洲必须为自己的防务负责，这是显而易见的。此外，12月4号晚上，白宫发布了最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这一版的内容可以说是把美国优先的全球新定位解释得清清楚楚。首先，美国在文件里直接讲明白了，美国以后不会再承担所谓永久的全球重担。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不想再当那个到处灭火，哪里乱就往哪儿派兵的世界保姆了。取而代之的是3个优先事项：第一，阻止非法移民潮，稳定国内局势；第二，全面重建美国的工业实力，也就是让制造业和产业链重新回到美国本土；第三，提高美国在整个西半球的主导地位。接下来，战略文件里提到欧洲，说的也非常直白，美国会继续支持欧洲盟友，帮助他们维护欧洲的自由与安全，但同时也强调，欧洲必须恢复自己的文明自信和西方身份。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其实就是欧洲不能再只依赖美国，自己也得站得住。于是美国又点出了一个核心要求，欧洲盟友必须在集体防务上承担更多责任，包括军费、装备、战备，还有他们自己长期没有解决的那些结构性问题。只有这样，欧洲才能继续保持对美国的重要战略价值。然后这一版报告里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排序，在美国的新安全战略里，第一优先是拉美，也就是美国的周边；第二是亚太，欧洲排在第三。这个顺序变化很大，也解释了为什么这2年美国不断敦促欧洲要重新武装，要加大军费。从分析来看，美国现在最想的是2件事：第一，让欧洲在短期内赶紧把实力补起来，尤其是那些跟美军差距很大的领域，这样欧洲至少能自己稳住局面，特别是未来面对俄罗斯的时候，不至于完全依赖美国。第二，美国把欧洲拖起来以后，就能腾出更多资源和军力，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认为更重大急迫的战略方向，主要是亚太。所以总结起来就是，美国的思路变了，你欧洲要更强，要更独立，美国会帮，但不会再替你扛全部压力，这样美国才能把更多精力放在他真正想投入的地方。但问题随之而来，2027年欧洲真的撑得起来吗？现实是短期内根本做不到。多名欧洲官员表示，从各方面评估来看，2027年这个目标恐怕很难完全达成，因为欧洲若要取代部分美方能力，不仅需要资金和政治意愿，
更需要时间与相应产业基础，而这些无法在短期内完成。现在欧洲甚至连想买的装备都排不上产能，就算想大采购美制武器，从下单到交付，很多关键装备都要等好几年。而且美国提供的一些核心能力，比如情报系统、监视网络、侦察能力、全球后勤，这些不是花钱买几套设备就能补齐的，是美国几十年累积的战略体系，不可能抄作业抄出来。欧洲当然知道事情严重，所以官方也宣布要把部分常规防务从美国转回欧洲，并设下目标，2030年前实现自主防卫。但内部的真实声音更直接，欧洲官员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就算做到2030，这目标都很困难，因为缺资金、缺产业链、缺政治意愿，几乎所有关键环节都不足。所以当美国把2027年摆在桌面上时，很多欧洲官员的第一反应就是很难达到。但也没办法，因为趋势已经非常清晰，美国不想继续当欧洲的安全支柱了，而欧洲无论愿意与否，都不得不开始为自己的安全真正买单。这两天，外界突然传出乌克兰在红军村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战术性撤退的消息，一时间议论不断，到底是乌军守不住了，还是在做战术调整？那真实情况究竟如何？波克罗夫斯克在乌克兰东部战争中是一个重要的后勤与交通枢纽，多条公路、铁路在这里交汇。对俄乌双方来说，这里会影响补给、增援与整个顿涅茨克地区南北方向的战局。从历史来看，自2024年起，这一带就处于激烈争夺之中。所以说，不论是乌军、俄军，谁掌握波克罗夫斯克，就拥有极为关键的战略地位。实际上，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乌军的行动更像是在巩固外部后勤线，而不是单纯的失守。据图片报报道，当地时间12月8日，乌克兰第7军从红军村东南部的利西布卡和苏赫亚尔撤离。俄方很快就抓住这个点大肆渲染，宣称乌军又一次丢掉红军村，但这次撤离的背景其实比外界看到的要复杂得多。乌军退走的这两个地方，严格来说属于红军村外围的沿线区域，而不是城内主战区。过去一段时间，红军村方向的补给压力一直非常大，尤其是通往米尔诺赫拉德的道路，经常遭到俄军火力压制，后勤线上时断时续。然而，乌克兰要稳住局面，就必须想办法开辟更多后勤通道。现在来看，这次撤到更易防守的位置，确实印证了当时的判断，乌军似乎把更多兵力集中到米尔诺赫拉德一带，准备稳住关键补给线。与此同时，在红军村外部的战区，乌军仍在进行局部反击。比如在附近的罗金斯克，乌军14旅在无人机部队的协助下找到了俄军一个据点的位置，随后发动密集炮击。现场画面显示，俄军藏身的建筑直接被打到冒出浓烟，爆炸声连续不断，说明乌军的火力压制仍然有效。而在红军村城内，乌军依然有人在顽强坚守。最近一位乌克兰记者深入第82旅的掩体拍摄，他正在说话的同时，外面不断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那段视频很清晰地展示了乌军并没有退出城市，他们仍在城中与俄军展开激烈巷战，压力确实很大，但没有出现所谓的全面崩溃。目前来看，整个红军村方向的战事依然非常焦灼，双方阵地经常在一天之内反复易手，接触线始终不稳定。俄军虽然前一周就宣称已经完全占领红军村，但这个说法已经被乌方多次否认。就连现场记者的画面也显示，乌军仍在城里活动。所以这次撤离更像是乌军在后勤压力下做出的战术调整，而不是被动溃退。他们在缩短防线，补强补给，同时保持在城市里的控制区不被击穿。在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中，这类机动动作很常见，不必简单解读成失守或崩盘。近日，
X 平台上的知名战况观察者 Rainbow 7852也发文指出，截至当地时间12月7日为止，乌克兰依然控制着红军城超过一半的土地。俄军目前只占据了东南角的部分区域，很多地方仍是双方反复争夺的灰色地带。换句话说，克里姆林宫对外宣称的全面解放和前线的真实情况并不一致，俄军距离完全占领这座城市还差得很远。Rainbow 7852也提到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过去13个月里，俄军在红军城方向的实际伤亡可能超过15万人。如果算上英国情报部门近期发布的数据，从2022年战争爆发至今，俄军在这一地区的总伤亡可能高达80万，占整个俄乌战场总伤亡数字的1/4。也就是说，俄罗斯为了夺下红军城，付出的代价比外界想象的还要大得多。与此同时， Rainbow 7852也更新了库皮扬斯克方向的情况。总司令瑟尔斯基亲自抵达前线之后，当地的乌军反击明显活跃了起来。乌军第14机械化旅的无人机操作员甚至公开了一段影片，里面可以看到他们打击俄军步兵、摩托车、装甲车辆，甚至连俄军的无人机都难逃锁定。另一名 X 平台推主 Hunter UA 则发布了乌军在红军城方向反击的画面。他指出，俄军目前能完成任务的唯一方式就是不断集中兵力，试图用人海战术强行冲击乌军阵地。而乌军的应对方式也相当直接，就是用无人机持续攻击冲锋的俄军步兵，让对方根本无法接近乌军的防线。没有一个入侵者能躲过乌军的眼睛。面对俄军持续不断的压力，乌军也在调整阵地，避免遭到包围。推主 The Battlefield 的信息显示，乌军已从部分红军城与米尔诺格勒方向的阵地撤出，以防俄军形成合围。另一位观察者 Max25 则补充说，乌军在利西夫卡与苏赫亚尔搞了一次大规模机动演习，实际上是在模拟如何突破俄军包围，重新稳定战线。总司令瑟尔斯基也在前线发表了讲话，他直白地说，乌克兰现在别无选择。面对俄罗斯的持续攻势，乌克兰只能继续强化防御，扩大动员，扩大征兵与签订更多的军队合约，全力阻止俄军进一步推进。近日，乌军斯基德作战指挥部公布红军城方向战果，指出仅在白天作战时段便成功阻止俄军45次进攻。此外，乌军摧毁7辆车辆与特种装备、1辆摩托车、26架无人机，同时击中1套火炮系统及12座俄军掩体，显示乌军在该轴线有效迟滞俄军攻势。在红军城方向，乌军又截获了一场俄军准备拍宣传片的行动。根据乌军通报，俄军原本安排2名士兵在前线摆拍升旗画面，试图制造我们已经完全占领的象征性镜头。但没想到，这2名演员刚摆好姿势，就被乌军无人机直接锁定，当场击毙。随后，俄军的渗透路线也被乌军炮火封锁，导致当天俄军在该区伤亡超过100人。乌军表示，俄方遗留在地面的国旗与摄影器材反而成为俄军宣传失败的证据。除了红军城，乌克兰军方近期在多个战线都传出进展。经过连续2周的激烈战斗，乌军成功夺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迪卡村，这对当地的防线稳固具有关键意义。在库尔斯克方向，钢铁边防部队先用精确火力摧毁了1辆隐藏良好的俄军坦克，紧接着吸血鬼无人机小组又成功击破敌方一处掩体，而 FPV 无人机操作原则连续命中俄军的天线、弹药库与多处防御阵地，一连串的攻击让俄军在当地区域显得十分被动。莱曼轴线的情况同样紧张，乌克兰特种部队在扬皮尔东侧边缘截获了一支俄军破坏小组，乌军利用无人机侦测定位，随后迅速发动打击，将3名渗透的俄军成员全部击毙，成功阻止对方在后方制造混乱。乌军指出，最近一连串反渗透行动再次显示乌军在精准打击和战场监控上的明显优势。乌军在多个战线激战的同时，近期再次对俄罗斯腹地发起远程打击，
奔袭1000公里深处的目标。最新消息传来，乌军对俄军的切伯克萨雷导弹工厂造成了严重打击。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的报道，当地时间12月9日深夜，俄罗斯楚瓦什地区突然传出巨响，切伯克萨雷上空出现了大火，目击者在家里就能拍到远处工厂被点燃的瞬间。他们形容当时能听到连续不断的爆炸声，一直炸到凌晨才慢慢平息。从现场流出的画面看，巨大的火球不断往上冲，黑烟直接笼罩了半个城市，整座城市都被吓醒了。俄方的说法当然还是老套路，他们跳出来否认工厂被击中，声称爆炸点在工厂外500米的位置。但外界的判断完全不同，因为闪烁的火光显示，那明显是发生了2次爆炸，很可能是工厂内部的弹药被引爆了。而切伯克萨雷工厂为什么会成为攻击目标？原因非常简单，它不仅生产导弹，还制造导航系统和关键零部件，是俄罗斯相当重要的军工设施。甚至就在今年6月，2架无人机也直接打中了这里，摧毁了生产伊斯坎德尔导弹的车间。而伊斯坎德尔这些年一直被俄军拿来轰炸乌克兰的城市，所以乌军针对性打击一点也不意外。与此同时，乌克兰安全局也公布了一段之前的空袭视频，应该是6月份拍摄的。画面里，乌军阿尔法特种部队一口气打掉了俄军的1架米26运输直升机，还顺手摧毁了一套 S-300防空系统。乌军针对俄军防空力量的清除行动已经持续很久了，这些打击极大提高了他们无人机的生存率和命中率。而且就在消息公布没多久，乌军又在顿涅茨克方向发动了类似的精确打击，摧毁了一套铠甲 S-1 防空导弹系统。这款系统明明被俄罗斯部署在莫斯科等重要地区，却时不时误伤自家人。光是2025年就有多枚铠甲飞弹的残骸直接掉在俄罗斯居民楼里。现在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俄乌战争进入深水区，乌克兰对俄罗斯后方导弹工厂、防空系统的打击只会更加频繁。俄军的后勤和防空网络未来恐怕还会面临更多压力。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